跑一个长途。您看这是个什么场所？我是来修电路的。你说这是收费标准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收个专家挂号费，然后检测费维修费，需要换东西再加这个材料费，修之前先交个定金啥的，想的挺好，啥也不是，找不出故障原因，全是自费。我这来修什么故障呢？说是漏电保护器老是跳，现在没跳，一会儿就跳，跳了能合上去，合上去一会儿还跳，这样的故障没什么难度，现在还修不了，得等1个小时以后他们去吃饭，我再来干。大概看了一下，这个电路很简单，可以从旁边这个跟刚才那一样的电路，可以看一下，一个总闸漏电保护器，带着一个柜台，然后控制着这些插座，这些工作台需要排风、照明、粉碎等等，这就是个普通按钮，自锁的，按一下开，再按一下就是关。这个工位的电路没问题。它这个跳了，这柜台和刚才柜台一样，也有风机、照明等等，应该是有漏电的地方。这破碎机、小粗宝，好了，动手开修，先拆配电箱盖。电路也简单，漏宝下面接触了几路线，这是它这个小方块弹出来了，应该有漏电的地方，用表测一下漏电。先测火线有外壳，外壳不锈钢的，100到头，真是100到头，这都摆过了。再看零线有外壳，我就喜欢100到头一样是漏电，接了好几路，看哪一路在漏电，拆下线头，把线头都分开，就是测哪一根线是在漏电。来吧，测这一根有外壳，漏电，这根红线不漏，挨个的测，这根红线是漏电的，看这一个蓝线也是漏电的，这根蓝线没问题，3根线漏电，1根火线，2根零线，这一路一个红线一个蓝线还绑在一起了，那它就是一路线，不知道是控制的什么，往上走了，上边就是那几个开关，也不知道是风机还是照明，那就先关掉，关掉照明，关掉风机，再来测这个红线，漏电变轻了，您来看一下，没100到头。再测这个蓝线100到头，测另外一根零线还是100到头，我天，这几路线漏电呀？那我就打开风机这个按钮，风机开关打开以后，再来测量，看这个火线还漏不漏电，100到头，可以确定是风机电路有问题。这一路风机在哪儿啊？在上顶，顶上有个风机，是这个风机漏电吗？我把这个电源线先掐断，断开风机，再测这个火线漏电，测这根零线漏电，测跟它一起这个风机的零线，显示漏电轻了，是因为我掐断了上面的风机，关掉风机开关，再去测这个漏电的火线，好了，不漏了，再测这根零线也好了，电路正常了。测这个零线呢，这个零线还是100到头，下面就找这个漏电严重的零线往哪走了，顺藤摸瓜，它和一根火线绑在了一起，这又去哪了？这是进了这个橱柜，这里还有个风机，这是控制2个风机，错不了，这2个线接的就是风机。那好吧，我先把这个风机的线掐断，现在再去测量这个漏电的线路，好了，没问题了。现在无论测量哪根线都正常，上面这个风机应该是没问题的，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。测这个风机的零线和火线都没问题，再测它进来的电源线，这个主线也没问题，所以可以确定这个风机有问题，可以用表测一下。风机漏电，好好的风机怎么漏电呢？这是个什么风机？除了这个风机以外，其他的粉碎机、小粗宝有没有漏电？可以测一下。这个破碎机不漏电，小粗宝不漏电。我把这个过滤罩台面拿起来，就是看看下边是什么东西。
刚才看风机那个抽风管是伸到这里面来的啊，这里有缝往下抽风，就把气味抽到下面去。风机为什么漏电？是进水了吗？下面我把它拆下来看一下。先拆排气管，本来说找到跳闸的原因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全是水！天，这哪来的水？管里面有水，那风机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水。你说这个水是不是下水口堵了以后，水漫上来，顺着这个进风口，然后灌到这个排风管里呢？他们说他们都很小心，好像有一次水满上来了，一次就完了。那好吧，我拆下这个风机，看看风机里面进不进水。下来了，风机里边没有水，把它拿出来，我得打开看一下。你说这个排气管这个水是从上面下来的吗？本来以为风机里边应该很多水，确实有水。这个水从哪来的？这个罩里面应该有电容，打开看一下，里面还有接线头，这里面还往外滴水。这里面从哪进去的水？可以看一下，我撬开它，线头的水汪汪的，这个水应该是顺着螺丝口进去的。看那个盖盒里面那么多水，这个时候我用腕表再测一下，电线与电机外壳不漏电了，也就是说电机没进水，线圈没问题，线头这一块进水了。测线圈电阻，线圈电阻正常，电机线圈没问题，这就好办了。把线头那一块做一个烘干，给这些线头做一个高难度的干燥处理以后，我在这个腕盖上钻上2个眼，就是说如果再有水流进这个接线盒里边，水能从这2个眼流出去，而不至于让线头泡水里。这个电机叶轮这一块我也打开看了，里边也没有水。那你说这个水是从上面下来的？这排风管是往天棚走的，下雨下的漏水了。先接上电试试，送上电，打开风机，转的很正常，也就是说没问题了。装上风机，打开风机，2个风机同时运行，都没问题。好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坏了，这2个都坏了。这种按钮还是见得少，后边啥也没有。过来不是修，是改装，把电路改一下。现在靠时控开关来控制接触器吸合和断开，想改成手动和时控开关2种控制方式，就是可以转换。这是控制2台风机，原来3台，现在是2台了。这3个交流接触器靠着2个时控开关来控制启动和停止。现在想恢复，在小本上可以手动开关停止，我来给它改一下，看能不能成功。他们去买这种按钮开关没买到，它这孔很大，如果普通的开关还不行，它这个开关是没法用的，得重新开口。这些键不用动，都可以用，那就看一下怎么改吧。键也买回来了，启动按钮、停止按钮都有。另外又买了2个旋钮开关，可以打自动和手动。它这2个孔太大，装咱普通的按钮开关不行。找了2个这个东西，这个口比那个口小，也是把这个盖我给它固定到这儿，这个口可以上一个按钮开关。用2个螺丝一固定，感觉还行，没那么难看。我干的活不好看，就是不太美观。这个我承认，但安全没问题。这么一看还行。再用这个开孔器开2个孔，把这个按钮开关装上就行了。又开了4个孔，开废1个。旋钮开关放到下边了，可以手动自动转换。上面是启动停止，这是2套风机启动停止。这一组风机接了个差不多了。控制电路的电源从这个电闸下面这一项取出来，然后这个线进入了热继电器的长臂触点，长臂触点出来2个线，这是2路。为什么2路？一路接近了这个时控开关，作为它的电源进线，一进一出，这2个黑线就是一进一出。出来这个黑线接到了旋钮开关上，也就是说我打自动，用时控开关来控制电机启动，旋钮打自动，
这个绿色的触点接通，然后接通黑线以后，直接进入交流接触器的线圈，让交流接触器吸合。它这个接触器线圈是380伏的交流电，就是2根火线。开关是控制这根火线，这根火线在这是并一起的，所以就直接通它的线圈。这是自动，下面就看手动。手动是把旋钮打到这个位置，手动的控制线也是用的这根线电源，分2路，这一路接进了这个旋钮开关，现在它是导通的，它导通以后进入这个停止按钮，停止按钮出来进入启动按钮，停止按钮是长臂触点，上下2个触点是导通的，这个启动按钮是断开的，按一下它才导通，按一下按钮瞬间接通电路，这个电瞬间导通，导通以后你看这个线和这个线头压在一起，这个线就是接触器的线圈的，就是瞬间跟这个线圈通电，接触器瞬间吸合，吸合以后这3个主触点都导通，风机转，这2个触点也导通，随着接触器的吸合上下导通。如果下边给它一个电源，就是下边这个端子接个电源，那就会持续的给线圈供电，线圈就一直处于吸合状态，这就是启动自锁，这样风机就会一直运行。这个给它供电让它一直通电的这个黑线我接哪了？接在了停止按钮的粗线端，只要不按停止按钮，这个线就会一直有电，线圈就一直有电吸合。同样按下停止按钮，停止按钮触点断开，也停止了给交流接触器线圈的供电，通电时机功能都正常，但是我发现了一个缺陷，打到自动吸合，但我打到手动的时候必须在中间停顿一下，接触器才能断开。如果打得快了，接触器反应不过来，瞬间进入了自锁状态，所以这个旋钮开关得改成3档的，中间能停的，不然交流接触器反应不过来，还没弹出来马上又自锁了。我把这几个按钮开关给拆了，又组装起来，换了个3档的开关，这样功能就正常了。这么看线路很乱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原理图。巧了，这本书上有，正好我也不用画了，平时修的很多电路在这本书上都有，和我接的差不多一样。主电路电闸下来以后交流接触器，然后经过热继电器给电机供电。不太好理解的就是这些控制电路，这个图我看过也画过，没想到今天能用上。只不过这个时空开关，这一个是220伏的，而我接那一个是380伏的，输入380，输出380，中间这2端子是通的。还有一点不一样，热继的长臂触点它是接在了零线上，而我是接在了这个位置，串到了控制线，这个原理是一样的。然后又接到了旋钮开关，分别控制手动和自动。打到自动，手动是断开的，这路控制线就经过时空开关输出接通交流接触器的线圈，让线圈吸合，电机就运转。当我打到手动以后，手动接通，自动就断开，然后这控制线往下走，到了停止按钮，按下启动按钮，瞬间接通交流接触器线圈，交流接触器吸合，它的辅助触点也吸合，这路火线就通过它的辅助触点导通给接触器线圈供电，它就会一直吸合。按下停止按钮，线圈没有电，它就会断开触点。还有就是这个旋钮开关，我开始选了个2档的，后来换了个3档的。看一下这个书上给的这个旋钮开关是几档的，这是个实物接线图。这个书上的电路是3档开关，2档的确实控制不太好，看来我和他都是对的。电路图不能光用眼看，要动手画，记到心里，到现场才会眼不花心不乱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。